现在我在祈福湖环湖骑行啊，今天真的天气非常好，我相信到目前为止应该有1/3左右的人已经离开了吴城。我是今天凌晨才回到家，因为昨天专门去机场接晚班机的女儿回家。相信所有的父母都是爱自己的孩子，都会为自己的孩子的任何的成长感到开心，也会为他们感到骄傲的。嗨，大家好。大好的天气啊，像是夏天一般的天气，但是现在是马年春节前夕啊，这样的天气再忙也都要出来活动活动啊。其实我是今天凌晨才回到家，因为昨天专门去机场接晚班机的女儿回家。结果到家已经是早上差不多接近4点来钟了吧，睡了一个懒觉啊。但是意外的是，原本肯定在这样的晚上到家是找不到车位的，可是昨天居然还在家门口附近发现了一个停车位，所以稍微有点奇怪啊，但是呢，也确实就是因为有很多人开着车回家去了。我相信到目前为止应该有1/3左右的人已经离开了吴城，回到自己的老家啊。当然，也有一些人可能外出旅游了吧，因为孩子们都放假了。但是根据中国人的传统啊，大部分人还是奔着家乡而去见自己的父母和一起成长的伙伴啊。当然了，过年对中国传统来讲，尤其是以前这种旧的时代就生产力相对低下，物质没有那么丰富的年代，过年实际上是从小到大的一个念想，也就是那个时候留下的一些记忆吧。虽然现在的年轻人对过年可能没有那么大的盼望了，因为也不会像我们小时候那样盼望穿新的衣服，吃好吃的东西，有些东西真的也就是年菜的时候才能吃到，错过又是一年。最开心的当然就是放假了可以串门走亲戚。到亲戚家呢，也是会受到特别的招待。那这样的这种情节就延续至今。虽然现在的孩子呢，他们对这些已经没有太大的兴趣了，或者不会让他们很兴奋，但是他们的父母这一代就像我们很多人都从那个年代过来的，所以呢，这种也算是一种传统的传承吧。刚刚说到今天凌晨才回到家，因为我的小孩呢，他昨天从外地，从他工作的城市飞回来。那他昨天最后一班岗，下班都差不多8点了，所以坐了接近午夜的航班回来。那我们当然小孩回来我们也都去接一下。原本呢，他应该是飞T1航站楼，就是那个白云机场老的航站楼。后来呢，因为那班飞机延误，他又改了一班飞机虽然也都很晚，但是改到了T3航站楼。
昨天我们从家里出发到 T3 航站楼，我发现距离比 T2 更近一些，只花了不到1个小时就到机场了。回来的时候更快，大概只有55分钟就到家了。整个通往机场的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一段走的是第2机场高速，那总之呢就是非常的快捷，就感觉一路畅通，并没有遇到堵塞的状态，所以安全的回到家里。那孩子也不容易了，他已经跟我们有半年左右没见了吧，一个人独自在外，从找到一份新的工作到考核过关，现在呢已经是正式的一名医生在这里工作了。昨天我又问了一下他最近忙不忙，他说最近可能因为放寒假的缘故，病人比较多，一天都要看20多、30多个病人，这个技术呢也会更加成熟。那更重要的，我们期待的是认真负责，看好每一位患者，解决人家的更多的问题。碰到疑难的呢，还是要转给老医生、有经验的医生去做。那随着自己的成长，身边呢就会有更多的病人的朋友。等到你有了一个这样的朋友圈，或者说患者群的话呢，那将来的行医生涯应该非常平顺。所以这是我们期待，也是我们自己走过的路。所以有时候想想真的也挺不容易，我们是已经做到了退休，但是有自己的孩子延续我们的职业的生命，就感觉就像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就好像我们还在继续工作一样的感觉。但是毕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责任和他的任务，我们早已经超过了退休的年纪了。所以呢，除了为比较少的亲朋好友继续为他们保健一下牙齿，解决一些问题以外，对于普通的病人来讲，只能是抱歉啊。但我相信我的孩子还有更多的比我们年轻的医生们会接过我们的担子，继续照顾更多的病人。现在我在祈福湖环湖骑行啊，今天真的天气非常好，气温非常合适啊，大概20来度吧。所以我原本是穿着长袖出门的，送完我的家人去办事以后呢，我就回来还是换了一身短打扮的衣服。这种气候也只有在广东，在南方才有。今天早上跟我孩子起床以后一起吃早餐的时候，顺便聊了一聊他这段时间一个人在外面日子过得怎么样。结果远比我们想象的丰富。前阵子他还去日本大阪参加他大学同学的婚礼啊，
就那位日本和中国的一个国际家庭的后代，也迎来了他的人生的高光时刻，和一位同行，也是一位医生结婚成家啊。可以想象啊，在日本，如果你能够进到医疗界这个圈子里面，基本上你将来的这个圈层肯定都是符合自己的价值观，同时呢也会受人尊重啊，并且呢一直能够保持在精英阶层这么一个层面。所以医生和医生结合，虽然大家将来的人生肯定都是劳碌命，但也算是门当户对，强强结合。那么在日本来讲，医生夫妇组成的家庭一定被列为社会的精英群体。那我相信呢，他们只要谨慎从医，还有可能不断的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价值，尤其是后者啊。所以呢，我相信啊，包括我自己的孩子在内，他们在寻找伴侣、组建家庭、将来的人生规划等等，应该都会按照他们自己理解和能够接受的这种社会的准则来行事。只是呢，现在的孩子恋爱的时间长，结婚呢就会往后推，所以这个肯定是让爱他们的父母啊，多少心里有些放不下的地方。今天早上跟孩子还聊到，前段时间他也跟诊所的同事一起抽空去黄山游览了一番，并且呢一路都是走上去了，也就是说爬了很多台阶才上去的。那回来以后当然就是浑身酸痛了，他也怕我们担心，并没有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只是说出去玩了一下。今天才知道他回家以后连续好多天都是腰酸背疼，但是呢能够登高望远，好像一下子也明白了很多事情。就人生呢，其实虽然大家都很平常，而且必须持续往前走，但是在必要的时候还是要能够去做出一些挑战。比方说攀爬一座从来没有爬过的山，走一段没有走过的路，然后结合自己在生活当中工作中的一些体验，就有可能在某些方面就想明白了，就会有一次思想的升华。我相信人的成长应该都这样子的，所以我们非常鼓励自己的孩子，也希望其他的年轻人都能够在安全可控的情况底下不断的去挑战自己，而不是说进到一个舒适圈，每天就是正常的上下班。所以今天呢，就是在村里随便的健身骑行一下，顺便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昨天深更半夜的去接孩子回来。因为昨天去到机场，真的7号航站楼是白云机场新的航站楼，我们上次还专门去尝过鲜拍过一段分享给了大家，所以我昨天呢就没有在那边分享。其实昨天晚上可能是春节以前吧，很多人都是回家外出的，到达口还是很多人一个机场变成了一个大商场，熙熙攘攘就感觉非常的热闹当然
中国的机场的这种热闹程度或者是人流，其实还是远远比不上像美国、加拿大那些规模远比我们小的机场。就他们可能把旅行当作一种人生必须体验的环节所以出行体验的人会更多，而且很多人并不满足于说去搭一程飞机，而是他们会在机场就开始享受机场内的饮食、购物，找一处酒吧跟家人或者好友闲聊。就总之这种氛围呢，我觉得我们国内机场还是没有这种安逸更多的就是旅客就仅仅是把搭乘飞机作为一种交通工具而已。那我觉得这个以后应该也会有一些更多人文方面的变化，或者说一种旅游文化的转变但不管怎么说呢，我们的机场在硬件上面已经接近或者说超越了欧美的一些机场，只是在运作的环境的准备，还有就是旅客们他们这种旅游文化的改变还需加以时日。那我觉得将来应该也会有很大的变化的可能，和变得越来越利于出行的舒适，并且越来越多人会把旅行当作一种生活的体验而不仅仅是拉着一个行李箱匆匆而过。总之吧，有接近半年没跟自己的孩子交流了，所以回来以后真的有好多话要讲。相信未来的这些天，一直到春节的节日里，都会跟孩子有更多的交流，会沉浸在这种天伦之乐之中吧。那我想每个家庭应该都是有类似的这种亲子交流吧。相信所有的父母都是爱自己的孩子，都会为自己的孩子的任何的成长感到开心，也会为他们感到骄傲的。稍感可惜的呢，是我另外一个孩子他还在美国，现在正处于冰天雪地的城市里面求学苦读，没有办法回家来过中国新年那我相信这个就是年轻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在父母的支持底下必须要去度过的一些积累知识的过程，同时呢也是需要独自面对以后可能会是常态的人生的状态所以我们当然爱自己的孩子们，不会厚此薄彼，但是呢他们的人生由他们自己做主，希望他们都能走出自己的精彩。所以我们在心里呢，当然是祝愿我们的孩子们在新的一年里面就借中国人的吉言龙马精神，马到成功希望他们有更美好的未来和比我们更完美的人生。那这样的祝愿呢，我相信对观看我们视频的朋友或者是你们的正在成长中的孩子们也完全适用
所以同样也送给我的朋友们，祝大家新的一年里面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子女呢学业有成，将来事业有成就，人生成赢家。好了，今天就在村里随便提醒一下，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孩子从远方回来，让我们内心喜悦，同时呢也是久违的亲情的一种流露，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跟孩子互动当中对他们目前的状况的一些了解。我相信跟每个父母都是一样的这段分享给大家，祝大家马年大吉，新春愉快新年快乐。我们下次再聊，拜拜。